原来是道魁前辈。晚辈楚风拜见幸会，虽没有听闻过，但楚风第一反应还是起身施礼。面对长辈，理当如此。但楚风施礼之时，却是暗中传音，原来是楚风小友。小友快请坐。看来他们没有与你提起过老夫，离家久了，看来他们都快把老夫忘了。圣光道魁笑着感叹，但却是玩笑语气，以此来化解尴尬。来，小二，来一碗上品仙酒。圣光道魁说话间，取出一把尊冰，放在了桌子上。店小二也一直盯着楚风，若是楚风不点酒，他就会就赶人。而眼见着圣光道魁居然为楚风点酒了，他也是赶忙走上前来。小二，收这个。可店小二还未取走尊冰，楚风手腕一转，一把尊冰已是出现在了手中，递给了店小二。看到这尊冰，店小二顿时双眼放光，眼中对楚风的尊敬在于此刻提升了几倍。他原本怀疑楚风是否有欠点酒，后面楚风与圣光道魁对话，他倒也听得清楚，所以他虽也敬佩楚风能够通过三言两语让他人为自己点如此昂贵的酒，可却也觉得这是偷鸡摸吧，并非靠自己实力。但眼下不同，楚风自己拿出尊冰，可就全然不一样了。毕竟楚风怎么看都还是一个小辈，一个小辈能拿出尊冰点酒，这与一个老头能拿出尊冰点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见楚风自己拿出尊冰，圣光道魁倒也没有多言，只是看向楚风的眼神有所变化。他似乎知道为何这个小辈能与他圣谷那么多大人物结识了，这明显来头不小啊。小二，此处饮酒可有数量限制？楚风问道。客官没有。店小二道，再添2碗。楚风说话间又拿出2件尊冰，此话一出，就连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投来目光。一般来此之人大多只点1碗，不因别的，一件尊冰换1碗酒，他们也是有些肉痛，1碗尝尝已是足够，再多点他们也受不了。可楚风一口气点了3碗。小友，你一个人喝3碗？圣光道魁也是诧异的看着楚风。前辈，晚辈自饮2碗，请您1碗，小小心意，前辈莫要拒绝。楚风道。小友果然不同凡响，这个小小心意老夫收下了。圣光道魁道也爽快，没有推辞。很快3碗仙酒上桌，楚风端起1碗，晚辈楚风敬前辈。楚风话罢一饮而尽，圣光道魁同样一饮而尽，果然好酒。楚风叹道，此酒入口浑身舒畅，酒虽烈淡，酒气香醇，绝非等闲之物所酿，甚至入口能感受时代气息，令人心神震荡。最主要是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此等美味当真世间少有。一件尊冰虽然贵，但对于楚风而言，此酒值。至于第2碗酒，楚风并未再一饮而尽，而是坐下与圣光道魁慢慢畅饮。怎样，小友，此酒值否？圣光道魁笑着问道。值，这前世酒馆不愧是图腾天河第2。楚风笑道。这位客官，此话不对。此时这间酒馆的掌柜忽然开口，首先我前世酒馆卖的是酒，而龙溪拳馆卖的是拳，二者本就不同。若论酒馆，我前世酒馆本就是第1，倘若不论拳酒，只说这畅饮之地，那从前我前世酒馆的确第2，但现在乃是第1。掌柜说话间环视四周，目露得意，而他这番话也是引得在场之人好奇，怎么好端端的就升为第1了？因为无论是实力还是认可度，龙溪拳馆都是稳坐第1，二者虽只是第1、第2之区别，但差距其实挺大的。毕竟龙溪一族本就来头不小，诸位可能还没听说，但我前世酒馆已得到可靠消息，龙溪拳馆遭遇大劫，从浩瀚修武界彻底消失了。此话一出，一片哗然。这位掌柜，此事当真？有人询问。这种话我可不敢乱说，是有可靠之人亲眼看见的，有红色大手遮天蔽日，将龙溪拳馆直接抓走，并且是同一时间将图腾天河各地的龙溪拳馆全部抓走。如今龙溪拳馆踪迹难寻，怕是凶多吉少。掌柜的说道。同一时间，图腾天河各地出现红色大手，将龙溪拳馆全部抓走。龙溪拳馆怎得罪了此等人物？红色大手是何方势力手段？怎从未听闻过？馆内议论更加雀跃，就连楚风也在思索，毕竟与龙溪拳馆还是有着一点缘分的。但同时一时间将龙溪拳馆全部抓走，这是怎样的势力？怎样的执行力？楚风再度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必须尽快提升修为。想不到龙溪拳馆居然就这样没了，可惜老夫还没机会品尝一下。圣光道魁也是感叹，但他对此事并无太大兴趣，只是叹息一声，便看向楚风。小友，你一个人来的？圣光道魁问。是。楚风点头。那小友来图腾天河是有事吗？还是出来见世面？圣光道魁又问。是有事。楚风道。何事？圣光道魁问。报仇。楚风笑道。报仇。听闻此话，圣光道魁神色微变，没立刻说话，而是盯着楚风。见楚风不像开玩笑，便以暗中传音道：小友仇家是谁？可需帮忙？圣光道魁知道圣谷那些人什么秉性，楚风既然提出他们名字，必然就是真的认识，否则不会如此清楚。而那些人愿意结交之人，他也会当成朋友。这是为何刚认识楚风，只交谈几句，他就愿意用一件尊冰来请楚风饮酒的原因。但报仇不是小事，楚风一个小辈，他怕不妥，多谢前辈好意，但晚辈想亲手解决。楚风道。好气魄。圣光道魁越发赞叹，他在楚风身上看到了少有的自信，这样的自信之前从未在圣光天和其他小辈身上见过，包括他圣谷的小辈身上也未见过。倒不是说他圣谷小辈没有自信，而是图腾天河是什么地方，在这里有仇人，那多半不是寻常的仇人。圣光天河哪个小辈敢只身来这种地方报仇？前辈，您可有改头换面的手段？忽然楚风问道。游走浩瀚修武界，难免遭遇仇敌，这手段还是有的。小友为何如此问？
圣光道魁问道：“晚辈已经招惹了一些麻烦，今日你我相聚于此，这么多人看到，我怕牵连前辈。”楚风道。圣光道魁忽然大笑：“小友勿要担心，老夫可不怕这些。”说此话时，他自信满满。看他那自信的样子，楚风道也放下心来，否则真是担心他被自己牵连。欢迎诸位客官，伴随店小二一声高喝，3道身影踏入其中。这3位进入，楚风的目光看了过去，但并没有正面相视，因为那是司徒界灵门的人。楚风毕竟被司徒界灵门通缉了，他又没有伪装面容，他还是不想在这个地方被认出来。而那3位不是小辈，乃是3个老者。这3个老者身上都挂着酒葫芦，说明都是爱饮酒之人。这3位老者也都没有隐藏修为，其中2位是8品武尊，另外1位乃是9品武尊，修为皆是不弱，但都是楚风可以对付的境界。小二，3碗上等仙酒，打包带走。3人说话间，各自将葫芦递给取下，递给店小二，同时也是奉上3把上品尊兵。见此情形，店内些人下意识看了楚风一眼。司徒界灵门的3位长老，一看就是爱饮酒之人，但他们来此都只是各自点了1碗，刚刚楚风自己就点了3碗，这再度凸显了楚风的财大气粗，这却让楚风有些尴尬。现在楚风可不像被关注，但是好在那3位长老心高气傲，根本没去打量在场之人，宛如在场之人皆不配入他们眼一般。但哪怕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主动起身上前拜会，毕竟这灵兽上界乃是司徒界灵门的领地，而很多人原本也不是灵兽上界的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此次灵兽狩猎。对于众人拜会，那3位长老似乎也都习惯了，面对恭恭敬敬的施礼者，他们也是随便应付，甚至有些不耐烦。小友，你来这里也是听说了灵兽狩猎吧？他们就是这灵兽狩猎的举办方，司徒界灵门。小友，千万别招惹他们。圣光道魁小声道。楚风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别招惹他，楚风来这里就是为了宰司徒界灵门的人。前辈晚辈还有事情要先告辞了，再敬您。楚风将碗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这么快？小友可方便留下地址，待我回到圣光天河找你一叙。圣光道魁道。前辈晚辈暂时居无定所，也不知何时回去，待我回圣光天河自会拜访。楚风道。那小友要小心。圣光道魁突然有些担心，虽然相识甚短，但他能感觉楚风不是寻常小辈，谈吐得当，又明显见过世面，却有些底蕴。他知道这位楚风小友恐怕在圣光天河也已经名声赫赫了，但圣光天河什么地方，他自己心里清楚，与图腾天河比，说是乡下也不为过。楚风在圣光天河在利奥的，但来到了这里，就等于乡村出来的首富，在村里他再牛，但来到了大城市，比他强的太多了。何况楚风又说报仇，他自然有些担心。前辈晚辈建议您灵兽狩猎之前就隐藏一下面容。楚风这句话是暗中传音。好。圣光道魁虽有诸多不解，但却也是立刻应下。他也是老江湖了，他察觉到楚风是害怕牵连他，而楚风故意躲开司徒界灵门的视线，快速向外走去。可走到门口时，悄悄又有一名男子走了进来。这名男子一袭黑袍，身材魁梧，身背大刀，那大刀一看就是好刀，极品尊兵，且来自远古时期。他气息外放，修为乃是9品武尊，但他也是小辈。唐公子，哎呦，唐公子大驾光临，小店有失远迎，还望勿怪，还望勿怪啊！此时就连此酒馆的掌柜也是主动上前迎接，这让楚风意识到这黑衣青年绝对不是寻常之辈，毕竟这可是司徒界灵门那3位长老都没有的待遇。但楚风也没多想，他人身份与自己何干？楚风走出酒馆，便转移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提前走出，就是想等那3位长老出来。楚风需要司徒界灵门的血脉，但不一定是小辈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小辈，只要有血脉就够了。可走出酒馆，却听到众人的议论都在围绕一个人，正是那位刚刚进入酒馆的黑衣青年。原来这位黑衣青年名为唐修，是一位顶尖天才，他家世本就不错，出生时更是引发异象，得图腾天河一位顶尖人物欣赏，将其收为弟子。而他的成长也是不失所望，如今在整个图腾天河不仅背负着庄清唯一真传弟子的名号，同样也是图腾天河天才之一，真龙星域。在图腾天气其实是小星域，灵兽上界更是一个小世界。唐修这种人物来到这里引起轰动也是正常，不过楚风与这唐修没有任何来往，也只能感叹图腾天河确实实力较强，毕竟这等天才楚风短时间内已经见到好几个了。但说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白云清，当今图腾天河客卿大长老太史心中的弟子，同为小辈。那白云清的修为却已达到半神境，结界之术也是神袍，是真正强于现在楚风的小辈。楚风有压力没？淡淡忽然开口，自然是因为又遇到了一个天才。图腾天河的确藏龙卧虎，但我并无压力。楚风微微一笑，为何？淡淡好奇。小辈根本不是我的目标，他们身后的老一辈才是我楚风超越的目标。楚风道，实力不强，口气不小，但本女王就喜欢你的这股自信劲。淡淡发出满意的笑声，因为他分得清自信与自大。楚风不缺自信，但却并不自大，关键他知道楚风说的必然可以做到。很快，楚风双眼微眯，他等的人出来了。那3位司徒界灵门长老御空而行，楚风则是隐藏身影，暗中跟随。起初3人不言不语，但是到身边无人的时候，便开始交谈。他们一边交谈，还一边发出猥琐的笑声。听到交谈内容，楚风更加确定这3个老家伙必须的死。他们居然命令手下去抓了许多良家妇女，那些良家妇女似有大用，但运用他们之前，这3个老头子准备寻欢作乐，而特意来此打酒，就是为了等下他们那所谓重头戏准备的。
楚风一路跟随，很快来到了一座浮空宫殿内。这里聚集着足足数百名司徒界灵门的人，但除了司徒界灵门的人外，还有近万名女子，都是修为不怎么样，但却有些姿色的小辈女子。楚风透过天眼可看穿宫殿内的一切。那宫殿的一个房间内，居然摆放着各种特殊工具，许多工具上面还沾有血迹。看到那些工具，楚风就知道这3个老头有多变态了。倘若楚风不来，这些女子不仅要死，临死之前还将遭受折磨。而大殿中央还摆放着一座炼化大阵。炼化，原来抓来这些女子不仅仅是为了寻欢作乐，最终目的竟是将她们炼化，不考虑修为，只考虑姿色与年龄。他们要炼制什么，楚风不得而知，但将活人炼化就是魔教行为，真他娘的败类！楚风追到此处也不再遮掩，直接一脚将殿门踹开。何人但擅闯我司徒界灵？见有人破门，司徒界灵门的人第一反应是遭受惊吓，必然是怕行为暴露。可当他们看清楚风后，却放下心来，转而露出了凶狠。你们不认得我？楚风冷笑，无名小辈，谁会认得你？有人说话间，手持兵刃与杀气，便向楚风走来，这是要杀人灭口，并且还要亲手将楚风斩杀。同时，有人释放结界之力，将殿门封锁，是防止楚风逃脱。楚风也不动，待那人靠近之后，猛然出手一抓，掐住其喉咙。只听咔嚓一声，那人脖子被楚风直接扭断。大胆，竟敢杀我司徒界灵门的人！司徒界灵门的所有人都是拔出兵刃，释放威压，准备将楚风的结于此。可只见楚风意念一动，在场的所有司徒界灵门的人都如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包括那3位长老。是楚风的结界威压。楚风虽是龙变9重，但却具备2重逆天战力，半神之下，少人能敌，还发什么愣？快走！对了，记得宣扬一下司徒界灵门的恶行，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嘴脸。楚风话音未落，那些被抓的女子便一窝蜂的跑了出去，甚至连句谢谢都没有。但楚风也无所谓，救人本就是做好事，也没想过他们是否道谢。这位少侠，还请住手，不知有何误会？一时不妙，那位9品武尊的长老立刻开口：你们不认得我？难道魔关凡界的人没回来吗？楚风有些诧异，本以为自己名字早就在司徒界灵门响彻了，不曾想这些人居然都不认得自己。少侠，我们未曾去过魔关凡界，难道你与我司徒界灵门在魔关凡界的人有何冲突吗？就算有冲突，那与我们也是无关的呀，这其中必定是有误会。那位9品武尊的长老道：误会，杀的就是你司徒界灵门的人。楚风说话间，还将目光投向了那座宫殿，随后一拳轰出，那殿门被轰碎。这些工具可不能浪费。话到此处，楚风眼神变得格外凶狠，而司徒界灵门的人则是面如死灰。接下来，楚风便开始了他的酷刑。司徒界灵门的人该死，但绝不能让他们简单的死。于是撕心裂肺的惨叫接连在这宫殿内响彻。楚风一番折磨后，也是顺利拿到了血脉，并且成功藏在了自己体内。凭借楚风现在的手段，他有自信可以蒙混过关。随后探手一抓，司徒界灵门的宝物以及本源也都被楚风夺走。而看着大殿那血腥一幕，楚风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觉得不太尽兴。若不是急着离开，他一定让这些畜生死得更痛苦。离开此地后，楚风又回到灵兽山脉的入口处。楚风在这里悄悄布下了一道阵法，布下这阵法自然是有他的用意。而此时山脉入口处也是聚集着不少人，但是这些人也都不认得楚风。楚风觉得有2个可能，一个是魔关凡界的人没有来这里，通缉楚风的消息还没有传开；另一个就是陶吴当日的威胁起了作用，他们不敢继续通缉楚风，自然也就没有扩散这个消息。但不管怎样，对楚风而言都是一个好消息，毕竟没人盯着，行动起来更方便。什么？一个圣光天河的老头胆敢挑战唐修，那可真是不知死活。可忽然2个人的交谈映入楚风耳帘后，让楚风内心微微震荡。老头，唐修，你们说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楚风上前询问。你不知道吗？就在刚刚，在前世酒馆外发生了一场决斗，是一个来自圣光天河的老头挑战唐修。那老头倒也有些本事，拥有9品武尊修为，只是这种修为怎么可能是唐修对手？最后惨败，还自断经脉。那人详细说道。那他们现在何处？楚风问道。不知，应该还在前世酒馆吧？那人说道。而楚风已是御空而起，向前世酒馆的方向飞掠而去。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圣光道魁。楚风赶到前世酒馆之时，此地之人皆在议论此事，但却已经不见圣光道魁与那唐修的身影。楚风又多方询问，得知具体过程，原来是那唐修得知圣光道魁来自圣光天河后，故意在酒馆内羞辱圣光天河。圣光道魁为圣光天河出头，向唐修发起挑战。唐修说他可以接受挑战，但是败者必须自断经脉，而结果也的确是圣光道魁败了。其实对于修武者而言，自断经脉没事，只要灵魂丹田完好，修为不会受损。说白了，这是一个遭受羞辱的方式，但除此之外损失不大。可楚风仍是有些担心圣光道魁，只是此地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楚风也是寻不到圣光道魁。至于那唐修，楚风自然很想对付他，想为圣光道魁出头，不因别的，只因圣光道魁是他前辈，楚风不能容忍前辈受辱。但现在不是时候，他没办法公然向唐修挑战，毕竟他还要对付司徒界灵门的小辈，只能等到灵兽狩猎之后，再找机会为圣光道魁找回场子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楚风仍在寻找圣光道魁，但始终没有找到。唐修楚风也没有见到，但楚风不知道的是，唐修如今正在司徒界灵门的战船之内休息，并且眼下接待唐修的还是司徒界灵门最强长老司徒廷也。唐公子，庄卿大人还在闭关。司徒廷也一边说话，
一边为唐修斟茶，态度极好。是啊，师尊闭关已久，怎么我师尊没来？庭野长老有些失望。唐修问道：当然不是，唐公子能来观看我司徒界灵门的灵兽狩猎，已是我司徒界灵门的荣幸。我听闻唐公子前段时间只用一招就击败了来自圣光天河的一个人。司徒庭野问道：不是一招，而是3招。那老头倒也不弱，我开始轻敌了。但若是我想的话，一招他也扛不住。唐修道：那是，谁不知道？唐修公子乃是图腾天河半神之下第一人。司徒庭野道：半神之下第一人可谈不上，先不说为了备战武尊第一，久久不肯提升修为的老怪物欧阳残剑，只说半神之下的天才，便有3人在我之上。但圣光天河，话到此处，唐修轻蔑一笑，他不是没有服的人，但他不会服圣光天河的人。唐少爷为何如此敌视圣光天河之人？那不过是一个落寞的天河。据说那里武尊初期已是最强者。司徒庭野道：武尊初期已是最强吗？那为何今日会遇到一位武尊巅峰？而且我看他的口气可不小。那所谓圣谷，似乎还有更强者。唐修道：倒也是，毕竟是落寞天河，资源也是有限，早就没人去关注他们了。可能是在不被人关注的日子里，出现了有些底蕴的势力吧。但恕老夫直言，圣光天河那种地方，我司徒界灵门都可轻易灭掉。若是唐公子真的不喜圣光天河，不如我派些人去将圣光天河屠掉，如何？司徒庭野问道。庭野长老的好友唐修心领了。先不说我与圣光天河没有那么大的仇怨，况且庭野长老真的那么了解圣光天河吗？你真的确定圣光天河是你们能轻易灭掉的？唐修问道。难道圣光天河还有我司徒界灵门对付不了的？司徒庭野像是被戳中了什么一样，因为他之前派人前往东域的9魂天河，其中还有神袍界灵师司徒段誉，以及司徒界灵门的顶尖小辈司徒勾月。正常来说，这样的阵容完全可以一统东域，但早在许久之前，那些人的命符便已揭碎，这让他意识到东域的实力与他所知不符，可以看不起圣光天河，但别太轻视圣光天河，也许他们没想象的那么弱。唐修话没说完，准确来说，他是没有将自己如此仇视圣光天河的事说出来。他之所以仇视圣光天河，是因为他师尊曾败给过圣光天河一个人，但根据其师尊所说，那位只是一招便将其师尊重创，若非手下留情，他师尊已是一命呜呼。只是可惜，那位只说他来自祖武天河，除此之外，他连那个人叫什么都不知晓。但于唐修心中，其师尊地位极高，无法容忍师尊败给祖武天河之人这件事，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个人，为其师尊报仇，并且他要击败所有祖武天河的顶尖人物。倘若庭野长老虽然不用你派人屠灭圣光天河，但我还真有一事相求。唐修忽然道：唐公子有何事？司徒庭野问道。我其实也是结界于武力双修，且如今结界之术也达到了龙变8重。我听闻灵兽狩猎，只要司徒界灵门允许，外人也是可以踏入的。唐修道：原来他是想进入灵兽山脉进行灵兽狩猎。唐修公子以前的确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那邀请令早就没有了。司徒庭野道：这样吗？唐修双眼微眯，显然不信，但却道无碍，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转眼间到了灵兽狩猎开始的日子，各方势力齐聚于此，而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司徒界灵门的一众小辈，而小辈之中有3人最受瞩目，这3名男子皆是龙变8重，乃是当今司徒界灵门最天才的小辈，也可以说是司徒界灵门建宗以来最强的小辈。而这3名天才之中，最受瞩目的叫做司徒景川。司徒景川年龄比另外2个要大，今年已有98岁，马上就要脱离小辈范畴。但他之所以是最受瞩目的，乃是因为50年前的灵兽狩猎中，他狩猎到了一只蕴藏阵法的灵兽，那时的他远不如今日，所以人们觉得他今日必然再创辉煌。诸位，欢迎来到我司徒界灵门50年一度的灵兽狩猎。这一次，我司徒界灵门请来了一位贵客，是庄清大人的弟子唐修公子。司徒庭野介绍下，唐修出现在浮空战船之巅，看到唐修，楚风目光变化，现在的他就隐于司徒界灵门的小辈队伍之中，但也是才知道唐修原来在司徒界灵门的战船内，难怪找不到这唐修。但楚风不知道的是，在围观的人群中，还有一道目光也在凝视着唐修，是圣光道魁。圣光道魁此刻倒是安然无恙，不过他也是听从楚风的话，用伪装手段伪装了面容，圣谷的令牌自然也是收了起来。诸位，灵兽狩猎50年一次，许多人与老夫一样已见证过多次，但我保证这一次的灵兽狩猎必然让你们铭记于心。老夫有信心，这一次的灵兽狩猎将在我司徒界灵门历史长河之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司徒庭野一番话，也是将在场情绪推上顶峰，阵阵欢呼响彻不断。不仅仅是司徒界灵门的人，各方人马同样满怀期待。老夫宣布，此次灵兽狩猎正式开始。司徒庭野话音落下之际，催动手中阵法，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下，那原本被封锁的灵兽山脉，一道结界大门缓缓张开。可突然间，一声轰鸣之下，竟有一道阵法自大门前方浮现。那阵法先是发出刺眼光芒，光芒消散之际，化作一行大字，映入众人眼帘：司徒界灵门后辈，胆于今日踏入灵兽山脉，必死！看到这行大字，众人皆是傻眼了。司徒界灵门小辈看到这一幕，更是议论纷纷。而隐藏于人群中的楚风，则是微微一笑，这正是他先前悄悄布置的阵法，没有任何杀伤力，只是简单的阵法而已，但却在这等场合却能引起极大的反响。忽然，一股强大掌力落下，那凝聚成一行大字的阵法瞬息被瓦解。是司徒庭野出手了，在我司徒界灵门面前玩这种把戏，也不问问我司徒界灵门的小辈，岂会被此等把戏吓到？来，告诉我，
你们可有惧怕者？司徒廷也于战船之巅望向下方的司徒界灵门众小辈，我辈不惧。司徒界灵门众小辈齐声高呼，自信满满，傲气非凡。话音响彻间，他们也如冲锋的战士，开始向灵兽山脉冲击而去。对于这一幕，司徒廷也十分满意。同样的，对于这一幕，楚风丝毫不意外。他早就知道司徒界灵门的人不会被这样的手段吓到，但为何还要做这样的手段？是无聊吗？不，当然不是。楚风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后悔。他们现在的确无惧，但很快他们便会因轻视这一行字而感到后悔。司徒界灵门小辈大军冲进灵兽山脉之际，楚风也已顺利进入其中。诸位，狩猎时刻于此刻开启。身后传来司徒界灵门众长辈兴奋的声音，而同时在楚风眼前的小辈们也同样无比兴奋，许多人都拔出了兵刃，对于接下来的狩猎跃跃欲试。狩猎时刻的确开启。楚风冷笑，灵兽山脉很大，哪怕修武者也无法看到全貌，但司徒界灵门却早有应对。当司徒界灵门众小辈如山脉之后又纷纷散开之际，司徒廷也手握古老令牌，随后捏动法诀，催动令牌，一座大阵浮现虚空，大阵如镜，整个山脉内的景象皆可通过这大阵看得清楚。而这大阵乃是司徒界灵门开山祖师所布。忽然，大阵之中出现光点，是灵兽，蕴藏阵法的灵兽。这么快就出现了，众人大喜。尤其是司徒界灵门的人，灵兽很多，但散发这等光芒的灵兽，便是蕴藏阵法的灵兽。上一次蕴藏阵法的灵兽出现，是50年前，最终被司徒景川所狩猎，而那只灵兽出现，却也是灵兽狩猎的后期。可这一次，人们才刚刚踏入其中，就有蕴藏阵法的灵兽出现，未免太惊人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此次天才之中有极为不凡之辈。可紧接着，光芒不断浮现，并且那光芒一道比一道耀眼。不过转眼的功夫，竟有100多道光芒全部浮现，光芒为光柱，从山脉各处冲向高空，形成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而那竟全都是蕴藏阵法的灵兽。可根据古籍记载，开山祖师总共藏于灵兽山脉的结界阵法，总共才100多个道，算上之前被人捕猎的，再看看此时出现的，几乎开山祖师留在这灵兽山脉的所有阵法，都在此刻出现了。这岂不是说，若有人能将这些灵兽全部猎杀，就将这些阵法一网打尽了？廷野大人，怎么会这样啊？司徒界灵门的人一个个的都被眼前一幕吓到了，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司徒廷野。可是相比于他们，司徒廷野则是兴奋的手掌都在颤抖。怎么会这样？自然是我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们天赋出众，先祖留下阵法感应之后，才释放出了这些蕴藏阵法之灵兽。天要兴我司徒界灵门，这可真是天要兴我司徒界灵门啊！司徒廷野兴奋大笑。而听到他的话后，司徒界灵门的其他人也是激动不已，就连围观之人也同样兴奋，毕竟他们都是真龙星域，是在司徒界灵门的统治下，假如司徒界灵门能够强盛起来，他们的底气也会更足。于是兴奋与欢呼几乎在围观的人群之中响彻，他们仿佛已经见到了司徒界灵门璀璨无比、一飞冲天的明天。但却有一个人目光满是遗憾，此人乃是唐修。他来此的确是想看看热闹，提出想进去，只是尝试一下。司徒界灵门不愿意，他也无所谓。可现在这么多蕴藏阵法的灵兽出现，他也是看得眼馋。那可不是寻常阵法，而司徒界灵门开山祖师留下的阵法。司徒界灵门开山祖师，那可是真正的大人物啊！这些阵法可都是不传世的宝贝。他妈的，早知如此，我拿出至宝来换进入此处的机会也好啊！唐修越想越后悔，早知如此，当时就应该不惜代价争取进入这山脉的机会。但是现在没用了，他知道此时无论怎么样，司徒界灵门都不会允许外人踏入其中。司徒界灵门不会容许开山祖师留下的阵法落入外人囊中。但很快也有普通灵兽出现，并且数量非常之多，竟是平时的100倍不止，并且数量仍在不断扩大。普通灵兽也变多了，而且多了这么多，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司徒界灵门的这一代小辈，不愧是历代最强。司徒界灵门的人越发兴奋，而此时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们也是察觉到了那些蕴藏阵法之灵兽的存在，纷纷开始对身边的灵兽开始狩猎。只是这些灵兽却变得极其难以狩猎，普通灵兽狩猎成功率都是非常的低，那些蕴藏阵法的灵兽更是几乎没有人可以成功，甚至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有小辈被灵兽重创。此次出现的灵兽好强啊，蕴藏阵法的灵兽更是强得不可思议。司徒界灵门的人开始变得担心起来。虽然此次出现的灵兽极为让人眼馋，但却也是极其的难以狩猎。若是无法狩猎，那其实毫无意义。别急，要对他们有信心，他们可是我们司徒界灵门历代以来最强的小辈，若是他们都无法狩猎这些灵兽，那便无人可以狩猎成功了。司徒廷野说道。廷野大人所言极是。司徒廷野这番话就像是一颗定心丸一样，使得司徒界灵门的众人有何不再那般担心，而是认真观望那些灵兽怎么不太对劲。很快人们又发现灵兽开始一同动了起来，再向同一个方向赶去，是山脉的中心区域。的确不对，这次的灵兽就像是有组织的一样，他们正在集结。难道说蕴藏阵法的灵兽之中有能够与所有灵兽沟通的存在，是他在对这些灵兽下达命令？众人猜测纷纷，但却也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也被这些灵兽吸引了过去。这些灵兽聚集到一起，反而就像是火把子一样，更容易被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们狩猎。但是当那些灵兽真的聚集到一起之后，人们却傻眼了，那些灵兽井然有序，普通灵兽在最里边，而外边全部都是蕴藏阵法的灵兽。可这些蕴藏阵法的灵兽蕴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是在守护普通灵兽。司徒界灵门众小辈根本无法攻破那灵兽的防御，就连那2位
拥有龙变八重结界之术的顶尖天才也是无可奈何，因为那些灵兽之中有一些竟拥有接近5尊巅峰的力量，不仅久攻不下，反而不断有小辈负伤，甚至是遭受重创。该死，这些灵兽怎么回事？突然长了脑子吗？居然和我们玩这一套！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们非常生气，本来以为是好事，结果现在他们很是尴尬。其实就连外面的长辈们也是不解，这些灵兽的确与之前不太一样。诸位，让一让，让我来！就在此时，一道身影从人群走出，乃是司徒景川。景川师兄，联手吧！另外2位与司徒景川同级别的天才说道：“2位师弟，灵兽狩猎能者居之，联手好像不符合祖师留下的规矩。”司徒景川说道。听他这样说，那2名弟子也是发出冷笑：“景川师兄，你想独吞，也要有这个胃口才行。你看看这些灵兽，你吞得下吗？”其中一位更是心直口快，直接讽刺起来，因为他们2个知道司徒景川修为一直与他们相近，也是龙变8重。虽然司徒景川50年前因为狩猎到了一只蕴藏阵法的灵兽，名声大噪，被誉为第一天才，但他们2个心里都不服司徒景川，毕竟在年龄小的情况下，有着不弱于司徒景川的修为。2位师弟，我有没有这个胃口？你们可以看一看。司徒景川自信一笑，说话间张开手掌，一团结界阵法涌现。那结界阵法从其掌心飘起，随后直冲天际，由真珍珠大小化作长达10万米的巨型大阵，而那阵中有招数不清的利剑，几乎每一柄利剑都可洞穿虚空，蕴藏毁天灭地之威能。此阵一出，天地震战，阵法还未施威，空间便已有粉碎之势。而看到这阵法，众人更是为之色变，那乃是万剑封杀阵，是司徒景川50年前于灵兽山脉所得。可此阵虚龙变9重，此能掌握，他竟已是龙变9重。看到这完整的万剑封杀阵，众人恍然大悟，难怪从一开始司徒景川就没有出手，而是一直在一旁看戏。原来他不是看戏，而是暗中布置阵法，并且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龙变9重，超出了另外2位天才。难怪他不肯与另外2位天才合作，不愧是景川，真是让人惊喜。见此一幕，司徒廷野、司徒洪博以及司徒界灵门的所有人都是夸赞不断，就连山脉内的小辈们也是投去敬佩的目光。司徒景川的确是他们所远远不及的存在，你们可真是让我兴奋呢！这阵法从此地所得，刚好在我来此之前掌握，今日第一次施展，就是对你们，此乃天意，不是天意，而是祖师之意。祖师大人就是要我司徒景川将你们收服，今日你们的力量都将归我所有。司徒景川说话间，阵法催动，漫天剑雨划破虚空，向灵兽大军冲击而去，威势之强，空间都在这一刻彻底碎裂。可面对漫天剑雨，灵兽却同时发出怒吼，体内皆有白光浮现。灵兽大军进可布阵，阵法对阵法，漫天剑雨不仅粉碎，就连那万剑封杀阵也被摧毁。而那司徒景川更是遭到反噬，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喷洒而出，随后更是站立不稳，若不是有师弟上前搀扶，恐怕会直接摔倒在地。见此一幕，司徒廷野与司徒洪博也都不淡定了。司徒景川已是给了他极大惊喜，可若这等手段都无法对付灵兽，那简直毫无胜算可言，还真是一群废物啊！你们的祖师的多失望啊！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从人群响起，听到这个声音，所有目光都是汇集而去，因为那声音乃是从司徒界灵门一个小辈身上传来的。锁定敌人，其周围之人立马退散，这也使得此人形象在阵法之中看得清清楚楚。起初人们还不知是何人如此大胆，竟然自己侮辱自己人。可是当人们看清他之后，司徒廷野以及司徒洪博等人顿时不淡定了，他们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魔关凡界遇到的楚风。他怎么会进入灵兽山脉？司徒洪博已知大事不妙，刚刚的话是你说的？司徒景川怒声问道。这种话你都问得出口，我怀疑你是不是一名界灵师？楚风一脸讽刺，是在讽刺司徒景川多余疑问。身为界灵师，自然分辨得出刚刚的话是何人所说。司徒界灵门怎么会出现你这个败类？司徒景川见楚风还敢如此猖狂，哪怕已是负伤，可却也勃然大怒，说话间就打算出手。可与此同时，一道充满惊恐的声音却在人群之中响起：他是魔关凡界废了我司徒界灵门诸多小辈修为的那个家伙。他不是我司徒界灵门的人。有一个自魔关凡界归来的小辈认出了楚风不是我司徒界灵门的人，还废了我司徒界灵门小辈修为。此话一出，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就算那些不知道楚风等人，也意识到了眼前这个家伙是个危险分子。一时之间，众人推得更远，楚风彻底被孤立。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楚风？他是怎么进来的？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自魔关凡界回来的小辈确定了楚风的身份。这还不简单？不是有你司徒界灵门的血脉就能进来吗？在众小辈不解之际，楚风从怀中取出一物，那是一个玻璃容器。那容器很小，但内部空间很大。楚风此时故意催动容器阵法，使得容器内的气息释放而出。是我司徒界灵门的血脉，怎么会有这么多道？他杀了我司徒界灵门的人，并且杀了很多个。众小辈恍然大悟，但同时怒火滔天：你这畜生，罪该万死！其中一位龙变8重的天才说话间便施展出结界威压，向楚风压迫而去，准备用威压直接将楚风拍死。可他的威压靠近楚风后，楚风竟纹丝未动，毫发未损。那弟子愣住了，这一刻不妙的感觉由心中升起。楚风轻蔑一笑，话都没说，抬手一掌，只是随手一掌，便有一道结界阵法应运而生。结界阵法化作一只巨大的锤子，向那名弟子砸了过去。见状，
那名弟子赶忙布置防御阵法来挡，可那锤子落下，砰的一声，其布置的防御阵法与他整个人一同被砸成了粉碎。那可是司徒界灵门最强的3个天才之一啊，就这样被随意抹杀。你也是龙变九重，司徒景川倍感意外，你是智障吗？哪来那么多智障问题？给我趴下吧！楚风说话间，结界威压释放而出，那司徒景川便真的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同为龙变九重，可他在楚风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快跑！眼见司徒景川都不是对手，在场的小辈都想要逃脱。别跑，怕什么？反正你们一个都别想活。楚风冷冷一笑，只见其随手一挥，滔天的结界阵法便笼罩那片天地，所有司徒界灵门的弟子都被困在其中。虽只是随手布置的阵法，可对于司徒界灵门众位小辈而言，却是难以破开的铜墙铁壁。他们皆已是年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绝望的情绪弥漫开来，不只是场内，场外的人也看呆了，尤其是不明真相之人，根本没搞清楚状况。这是谁啊？怎么突然间杀出这么一个煞星？众人紧紧凝视着楚风，仔细打量，因为这个小辈好强，非常之强。这等实力，莫说在他们真龙星域没有见过，在图腾天河也是可以得到名声。但相比于其他不明真相的人，躲在人群中的圣光道魁却是明白了一切。原来他说的仇家就是司徒界灵门。圣光道魁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让他来看灵兽狩猎，要隐藏面容了。但他不仅不紧张，反而变得兴奋。他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圣光天河出现了一个如此利奥德的小辈。虽然早就猜到楚风实力不俗，可他的猜测，楚风也就与他圣谷小辈相差不多，甚至是弱于圣谷当今小辈的，却不曾想强大至此。这实力，哪怕是他也未必是楚风对手。他终于知道为何他司徒界灵门那么多人与楚风结交，就连心高气傲的圣光白眉都与楚风结交了。此子如此利傲的，不与其结交才他妈的不正常。庭野大人，他是冲着我司徒界灵门来的，快用那阵法统一他们的战力，如若不然，我们小辈都将命丧于此子手中。此子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眼见不妙，司徒洪博对司徒庭野说道，因为他知道司徒庭野手中除了观摩阵法外，还掌握着祖师留下的另外一道阵法，那是一种用来公平比较的阵法。那阵法一经催动，山脉内的所有小辈，无论是武力修为还是结界之术，都将被压制到一个相同的境界。此阵法是为了提供一个公平狩猎的机会，但是强制公平，他们司徒界灵门并不喜欢，所以几乎很少使用。可是眼下这道本是为了公平狩猎而提供的阵法，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楚风的强大，若不进行压制，他们的天才小辈今日都将命丧那山脉之内。而其实司徒庭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司徒洪博开口的时候，他已经拿出了那道阵法令牌，且催动了法诀。法诀催动，阵法生效，一股强大的阵法力量覆盖了整座山脉。这感觉修为被压制了，楚风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覆盖身躯，他的修为达到了1品5尊。楚风无论是武力修为还是结界之术，都被压制到了1品5尊的战力。不仅是他，所有人的气息都达到了1品5尊，包括那些蕴藏阵法的强大灵兽也被压制了。这必是阵法力量所为。司徒界灵门众小辈听令，此子心肠歹毒，来者不善，面对此敌不可留有活口。老夫现将你们修为全部压制到了1品5尊，助你们除掉此子，为我司徒界灵门之人报仇雪恨。此时司徒庭也通过那阵法力量，将自己的声音映入山脉众小辈耳中。而对于此阵，司徒界灵门众小辈早有耳闻，自然也知道这是他们对付楚风的大好机会。布阵！司徒景川一声怒喝，众小辈立刻释放出结界之力，他们配合默契，结界相融。不过瞬息之间，一座大阵应运而生，那阵法起初金光涌现，但随着金光升起，一个高达万米的结界巨人从阵法之中钻了出来。此人身穿铠甲，手握长枪，气势非凡，勇猛无比，恶狠狠地盯着楚风。是司徒界灵门的幻将攻杀阵。此阵根据战将的精细程度，可以分辨出强弱与否。此战将宛如真人一般，这阵法已是达到了极致，无愧是司徒界灵门当代最强的天才。如此阵法竟已融会贯通，瞬息之间便可布置完成。看来平日里没少训练。有眼尖的围观之人认出这阵法的来历，不由称赞起来。那个闯入之子实力不凡，且胆大包天，是个危险角色。以他的天赋，日后必能名震图腾天河。只是可惜脑子不太好用。这灵兽山脉毕竟是司徒界灵门的领地，就算无法直接插手，可有开山祖师留下的阵法，也是占尽先机。眼下他们战力被压制到了相同的境界，他有再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以一敌多，本就尽落下风。而司徒界灵门众位天才又布置出如此厉害的阵法，此子必要陨落于此。确认那阵法的厉害后，人们也是觉得楚风即将大难临头。可就在此时，楚风一掌轰出，结界大手便随之轰出，司徒界灵门众小辈皆是人仰马翻，而他们合力布置的阵法更是土崩瓦解。这他妈的，这样厉害的阵法随手就破了，围观之人目瞪口呆。司徒界灵门的一众长老更是惊得说不出话，那可是他们最强的阵法。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们都遭受阵法反噬，眼下已是彻底没有一战之力，一个个的看楚风如同看待怪物一般，恐惧极了。如果说之前他们不是楚风对手，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真是没法说了。怎么都是相同境界，对方却能轻易击溃他们布置的强力阵法，人与人的差距真会达到如此地步？无耻小辈，你必是使用了邪门歪道之法！司徒景川怒声斥道，虽然声音愤怒，可却也充斥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强于你们便是邪门歪道吗？一群垃圾，好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楚风讽刺一笑，若不是使用了邪门之法，你怎会拥有如此战力？司徒景川问道。他也是十分不甘，想要搞清楚真相，但他想不到真相是什么，便将自己无法理解的情况定义为邪门之法。为何临死之前让你死个明白？看看他们，你可知道他们为何聚集于此？楚风说话间指向了那群灵兽，此乃我先祖布下的阵法，如今阵法生变，必是因为我们，这与你何干？司徒景川问道。他根本没有将这些灵兽与楚风联系到一起，还觉得灵兽的变化是因为他们呢，与我何干？我就让你看看到底与我何干。楚风冷冷一笑，随后转身看向那群灵兽，还不臣服？楚风此话一出，那些灵兽同时发出鸣叫，随后竟全部俯身下跪，跪在了楚风面前。这一幕已是足够让人震惊，可下一刻更为震惊的一幕发生，那些灵兽竟在一声声鸣叫之中，身体开始崩溃瓦解，化作阵法之力，主动向楚风飞掠而去，开始与楚风相融。见此一幕，众人只感觉内心震荡，头皮发麻。此时此刻已是没有任何怀疑，这些灵兽全是因楚风而现，甚至听从楚风命令，主动奉献，这将是何等天赋？有人瘫坐在地，竟是司徒廷也，他一双老眼瞪得溜圆，满是黄牙的嘴巴更是张得老大，如同受到了刺激一般，近乎崩溃。本以为这从未出现的震撼一幕预示着他司徒界灵门即将崛起，可现在却告诉他，这从头到尾竟与他司徒界灵门无关，而是一个外族小辈所引起，他无法承受。原来这变故都是他引起的，这将是何等天赋啊！司徒界灵门崩溃，可外人则是惊叹，这也让司徒界灵门脸面丢尽。若想让他们活命，我倒是可以帮忙，趁着那小子再融合灵兽力量，我进去还来得及。此时唐修忽然开口，唐修知道司徒界灵门有让他可以进去的手段，之前不让他进去是怕他夺取那些灵兽，但现在天才小辈竟在其中，生死攸关，必然会让他进去。唐公子，请你务必帮我除掉此子。果然，司徒廷也看向唐修，随后拿出一道令牌递给唐修，那正是上宾令牌。唐修也不计较，司徒廷也之前说这上宾令牌已经没有了的事情，反而直接接过，但他并未立即动身，而是道：但我有一个条件。听闻此话，司徒廷也以及其他人皆是一愣，不知唐公子有何条件？司徒廷也问道：若那里面的灵兽我能狩猎，那可就都归我了。唐修道：听闻此话，司徒廷也等人十分不甘，可他没有办法，若是唐修不进去，那些灵兽的力量都将被楚风所得，他们的天才小辈也都要死，那可是他司徒界灵门的希望，只要除掉此子，便都依你。司徒廷也道：放心，我唐修出手，他活不成了。唐修话音落下，已是消失不见。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已是灵兽山脉之内，凭借上宾邀请令，他顺利进入其中，并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楚风正在吸收灵兽的力量，他必须尽快赶过去，若不然那力量都被楚风所得，他杀了楚风意义也是不大。很快，那些没有融入楚风体内的灵兽竟然又开始恢复成了灵兽的状态。这一幕倒是让司徒界灵门的众位小辈不解，但其实是楚风主动停止了融合。他察觉到了有人靠近，很快一道身影出现于此处，正是唐修。不错嘛，居然察觉到了我。唐修看着楚风，居然正盯着自己，他也是意识到楚风提前发觉了自己的到来，居然是你。楚风看到唐修，面露微笑，但唐修显然不知道楚风为何露出这抹笑容，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了断还是要我出手？唐修直接给出了楚风选择，他十分自信，我与你并无仇怨，你是要替司徒界灵门出头？楚风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唐修尽显狂妄，若是这样，那便更好。楚风本来就因为唐修对圣光道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想找机会替圣光道魁出头，毕竟楚风与圣谷的关系实在做不到坐视不理。楚风就有这样一个缺点，护短，与自己无关倒也还好，既然是自己认识的人，那便不能被别人欺负。但他与唐修并无仇怨，之前想的也只是教训而已，可看到这样的唐修，楚风改变了心意，今日他要杀了这唐修，不因别的，只因唐修是为杀自己而来，便该死。楚风说话间亮出了太古英雄剑，你不打算用结界之术？唐修有些意外，他看得出楚风结界之术很强，便觉得楚风是专修结界之人，但亮出尊兵，明显是要用武力对决了。有区别吗？反正无论是武力还是结界，你都要败。楚风道。听闻此话，唐修大笑，你以为我像他们一样？唐修说话间看向了司徒界灵门众小辈，听到这话，司徒界灵门众小辈脸色都很不好看，毕竟这话是在贬低他们。他们怎么了？他们也是天才，可是却也无可奈何。唐修的确比他们强，对唐修他们是服的，对我来说都一样。楚风道。擦，真他娘的狂！但在我面前狂的人都死了。唐修终于忍无可忍，说话间便取下背在身后的大刀，一刀劈斩而下，直接将楚风布置的结界展开巨大的缺口，随后便提刀攻向了楚风。而楚风也是挥剑应战，想近身比拼，楚风就没怕过谁，快逃！见此机会，司徒界灵门众小辈第一反应就是趁机逃离。然而他们刚来到那被劈开的缺口处，那结界便修复了。他居然一心二用，司徒界灵门众小辈一个个愁眉苦脸，因为这结界他们无可奈何，根本无法破开。而眼下楚风明明与唐修站在了一处，怎么还有心思观察他们？但逃脱无望，他们也只得观看二者战斗，毕竟眼下唐修才是他们生还的希望。这俩家伙也太强了吧，唐修能赢吗？而越是观察，他们越是不安，明明他们的战力都被压制到了1品5尊，可是楚风与唐修的交手，他们竟有些看不清动作。楚风与唐修没有施展任何武技，
而是纯粹的近身交手，比拼的就是实战。大家别慌，唐修是什么人物，咱们都有所耳闻。这个家伙就算用邪门歪道压制了我们，但不可能是唐修的对手。更何况唐修最擅长的就是近战，他居然敢以近战应对，真是不自量力。众小辈不安之际，司徒景川开口，而司徒景川的话则是像是一颗定心丸，让他们放下心来。可在此时，一道身影飞掠而来，狠狠地撞在了结界之上，力道之强，将那结界墙壁都撞出了网状裂痕。定睛一看，司徒界灵门众小辈都傻眼了，竟是唐修，并且唐修嘴角已有血迹缓缓流出，胸前还有一个脚印，是被人一脚踹过来的。回身再看楚风，竟然毫发无损。就这，楚风对唐修问道：“擦，再来！”唐修不服，舞动手中大刀，再度向楚风冲击而去。太强了，唐修以刀法闻名，竟胜不过他手中的剑。场外众人早已沸腾，场内小辈修为被压制，同等战力下看不清楚风手段，但是外面的人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虽然楚风修为被压制，但楚风剑法极为精妙，看得他们也是赞叹不已。此人叫楚风吗？如此厉害的天才，怎么从未听闻过？众人议论纷纷，都已被楚风的实力所折服。你们当没听说过？这可不是你图腾天河的天才，而是我圣光天河的天才。人群中，圣光道魁听到人们对楚风的议论，洋洋得意。随后他也是看向楚风，确实太他娘的强了！楚风小友，你就是我圣光天河的光！圣光道魁兴奋不已，因为就在此时，唐修再度被楚风一脚踹飞出去，狠狠撞在结界墙壁之上。但这一次他还来得及起身，楚风已是瞬息而至，太古英雄剑直接洞穿了唐修的心脏，强大的力道将结界都是一同洞穿。众人惊到失声，天地陷入诡异的宁静。那是致命一击，但那可是唐修啊！名声赫赫的天才唐修，竟就这样陨落了。楚风确定了唐修的确没了气息，便想夺取唐修的乾坤袋。可就在此时，唐修猛然一刀挥砍而来，幸亏楚风反应很快，急忙向后退去，但还是慢了一点。楚风的胸膛被划开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没死。楚风诧异，刚刚的一击命中要害，本该必死无疑，并且刚刚唐修明明没了气息才对。而很快楚风注意到唐修的身上有强大的药力浮现，好诡异的药力，是被药力保住了性命。楚风猜测着，狗崽子，浪费了我师尊给我服用的护命圣丹的药力。此时唐修开口，倒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原来是有特殊的丹药保命，如若不然楚风那一击，唐修就已然死了。但唐修也聪明，他借助丹药力量，故意装死，待楚风放松警惕，才发动偷袭。只是奈何楚风反应极快，躲过了致命攻击，只是受了皮外伤。有一个好师尊就是好啊，居然有这种保命的好东西，但是也只能保你一次吧。楚风道：“一次足矣。”唐修自信满满，随后高声喝道：“想他们活命，就解除战力压制，小爷要用真本事了。”唐修这话是对司徒廷野说的，而司徒廷野也是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唐修话音刚落，那压制众小辈修为的力量便立刻解除，阵法解除。唐修的脸上再度扬起自信，因为他的身上升起了青色的气焰，隐隐间身后更是有一只青色的巨兽浮现，甚至虚空之上也是乌云密布，异象涌动。唐修本就是九品武尊，施展天赐神力之后，在武尊巅峰的基础上获得了逆战一品的战力。怒吼传来，唐修身上气息变化，身后竟有两只青色巨兽身影浮现，他已获得了逆战2品的战力，好强，不愧是唐修。司徒界灵门众小辈重拾希望，外面围观之人也是赞叹连连。受死！唐修说话间，一刀劈砍而下，这一击不是武技，但却毫无保留，虽没有武技，但却自信满满，这来源于他那强大的战力。可只见楚风太古英雄剑轻轻一挥，一刀剑气浮现，竟直接将唐修的斩击摧毁。谁告诉你，普天之下只有你有提升的手段的？楚风讽刺一笑，而仔细一看，众人更是大惊。楚风不仅额头雷纹浮现，身上雷霆铠甲奔涌，他的周身还有4只圣兽虚影，每一只神兽的虚影，只从气势来看，都比唐修的强大。楚风的修为是8品武尊，能挡下唐修攻势，正是凭借这3重手段。但最主要的是，天雷血脉能同时解开雷纹与雷霆铠甲，已是极为利奥的。楚风他竟然还拥有着天赐神力，并且也可提升1重修为，这可就未免太过逆天了一点。此子到底是怎样的妖孽啊？就连司徒廷野等人都是被吓得脸色铁青。你狂个屁！怒吼之下，唐修直接出手，手中大刀浮现红色光华，随后猛然一挥，红色光华飞掠而出，化作无数道红色光刃，如红色镰刀一般向楚风袭击而去。那乃是7段尊境。见状，楚风脚下红芒闪烁，辗转腾挪间，阵阵雷暴之音不断响彻，将那无数道红色光刃一一躲过。同样施展了7段尊境，雷暴龙行步，躲，你躲得开吗？唐修冷笑，他就站在原地不动，像是旁观者一样打量着楚风，因为那红色光刃就像是具有追踪能力一样，不断追踪着楚风。就算楚风能躲过第1次，但是红色光刃又会扑向他第2次、第3次、第4次，无穷无尽。这种情况下，楚风果然开始渐渐失去先前的从容，那便是唐修师尊所得的远古尊境7段尊境追命红莲吧。此武技果然厉害啊，这换做一般人早就死了吧。哪怕此子如此逆天，但面对这武技也是渐渐不行了呀。这也正常，追命红莲蕴藏阵法，并不是简单的追击，追击过程中无论是声音还是飞掠的布局，都会对修武者造成影响，时间久了会被迷幻导致战力下降的。此子大意了，他若有其他手段，直接破之还好，拖下去必败无疑。众人议论纷纷，因为这一招可谓是唐修的绝技之一，
这不是他最强的武技，但却是最常用的武技。他很喜欢用这个武技来击败对手。楚风越发慌乱，虽然红色光刃仍然没有伤到他，可楚风却的躲避却越发吃力起来，就连脸都是越发涨红，跟喘不过气，快要憋死了一样。并且他只顾着躲避红色光刃，却没注意到距离唐修已是越来越近。唐修没有说话，但眼中却露出阴狠，同时手中大刀握得更紧。他在等待楚风距离到他可以一击毙命的距离时，直接一刀将楚风斩杀。终于，楚风距离唐修的距离已是极近，唐修抬手就要对楚风挥刀，可楚风却忽然看向唐修，嘴巴一张，一声龙吼自楚风口中传来，肉眼可见的音波更是直接冲向唐修。一切来得太快，再加上距离如此之近，唐修根本避无可避，那音波直接将唐修轰飞了出去。唐修落地之际，已是浑身是血，皮开肉绽，丧失再战之力。至于他先前挥出的红色光刃，也因他伤势过重而消散开来。见此一幕，众人大惊失色。楚风先前无比慌乱，可此时脸也不红了，那慌乱也没了。再看着最终结果，他们恍然大悟，装的，之前的一切都是装的，他就是要发动这个奇袭，直接将唐修击败。最关键的是，他得逞了，并且又是在短时间之内就将唐修击败，居然没死。楚风看着唐修，有些意外。在他看来，那一击唐修该死才对。原来不仅有护命丹药，还有守护阵法。很快，楚风注意到唐修身上有一层淡淡的光华，那是守护阵法。只是这守护阵法应该不是唐修师尊布置的，因为这守护阵法不是特别的强，以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可以轻易破开。公子饶命！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女子声音响起，竟是自唐修身上。紧接着一道气焰自唐修身上浮现，那是一名中年妇女的虚影，多半是这守护阵法的布置者。公子虽不知道你与我家修因何产生恩怨，但我希望你能饶我家修儿一命。中年女子说道。你是唐修母亲？楚风问道。是。女子点头，紧张不已，尽显卑微。这守护阵法是你布的？楚风问道。是。女子因为担心唐修而心急，泪水已经开始落下。我与你儿子无冤无仇，可他今日却要替人杀我，我若败了，他可会手下留情？楚风反问。女子似是察觉到自己儿子无礼，于是扑通一声便跪在了地上。公子，求求你饶了我家修儿吧！只要你肯饶了修儿，你想要任何补偿，我都会尽力满足。就算你让我为你做牛做马，我也情愿。唐修母亲哭得声泪俱下，那可不像是装的。楚风对于求饶向来无感，大难临头才想求饶，早想什么去了。可是对方的身份却让楚风动容，这是一个母亲在为一个儿子求情。楚风能感受到唐修母亲对唐修的担忧。楚风不是心慈手软之人，但可能因为从小到大未曾真切地感受到过母爱，此时楚风对唐修是有一些羡慕的。对着疼爱唐修的母亲，楚风也是有些同情的。唐修，今日我给你母亲一个面子，饶你一命，但你若再敢找我麻烦，我必杀你。楚风说话间，探手一抓，唐修的乾坤袋以及他那把极品尊兵大刀都被楚风吸入了手中。这些就当你找我麻烦的代价。楚风道。多谢了。唐修也没计较被夺走的东西，反而抱拳道谢。不用谢我，谢你母亲吧。楚风说道。唐修没再说话，而是立刻起身离去。至于外面围观之人，也是难以置信，楚风居然真的放过了唐修，他们还都以为唐修死定了呢。虽说楚风抢走了唐修身上的乾坤袋以及极品尊兵，但是正常来说，唐修也是该死。这小家伙看似心狠手辣，但是倒也有着柔软一面，重情重义，真是不错。圣光道魁眼中欣赏之色更浓，但他不知道的是，楚风放过唐修也有自己的考量。他的确是因为唐修母亲而心生善念，但放过唐修也是能够确定唐修自身对自己不具备威胁，就算有威胁，也是唐修身后的人。今日若杀唐修，其身后之人必不会放过自己。当然，楚风无惧他们报复，那为何还要放？自然还是因为善念，但也是因为自己的强大。强者便是如此，对方的命自己掌控，既可让其死，也可让其生，不过一念之间而已。这便是强者。楚风不是顶尖强者，但面对唐修，他就是可以做到决定唐修的生死。虽不是顶尖强者，但这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尤其小辈屈指可数。毕竟唐修也不弱，而此时那些恢复灵兽模样的力量，则是在化作气焰向楚风涌入。楚风开始再度吸收这灵兽的力量，这些灵兽的力量可不简单，不仅蕴藏强大的结界阵法，还可增加结界战力。楚风自然不会放过。终于，那力量全部被楚风炼化，楚风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但同时却也将目光看向司徒界灵门的小辈。饶命，公子饶命啊！这一刻，有胆小之人开始向楚风求饶，他们知道若不求饶，必死无疑。若是求饶还有一线生机，我给过你们机会，我提醒过你们不要进来，但你们不听，你们无惧，也可以说你们没有将我放在眼里。现在求饶晚了。楚风道。这位少侠，还请手下留情。忽然，司徒庭野的声音通过阵法映入山脉，我们之间只是小小恩怨，没必要如此。那灵兽力量就当我司徒界灵门送给少侠的，我们绝不追究。另外，我为少侠准备了大礼，想与少侠交个朋友。司徒庭野说道。他现在只想司徒界灵门的小辈活，为此真的不惜一切代价。可听到他的话后，楚风的眼中却有黑色气焰涌现，一股极为可怕的杀意已是自其体内浮现。交朋友？我去你妈的！楚风话落之际，手中的太古英雄剑猛然一挥，剑刃飞掠，司徒界灵门所有小辈尽被斩杀。沉寂。这一刻，这片天地都陷入沉寂。那可是司徒界灵门的所有天才小辈，竟在一瞬之间全部陨灭。
楚风这一次出手没有丝毫的犹豫，可在人们看来，陨灭的可不仅仅是这些小辈，还是司徒界灵门的未来，是司徒界灵门的前程。你这畜生！猛然间撕心裂肺，暴怒无比的咆哮响彻。我们明明已经不再追究，你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心狠手辣，非要断送我司徒界灵门的前程？是两道声音，不仅仅是司徒廷野的咆哮，还有司徒洪博的怒吼，但更多的却是无力。可是对于他们那充满不解与愤怒的咆哮，楚风却是杀意不减。怎么死了一些小辈便肉疼了？那当年你们屠灭金龙焰宗的时候，可有想过他们的心情？心狠手辣，你司徒界灵门也配对别人说这种话？楚风抬头问道。而他此话一出，许多人都是内心震荡。当年惨案，他们身为真龙星域之人，岂会不知？你是金龙焰宗的人？司徒廷野更是目光变得复杂，似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乃宋洛乙之孙，就是为屠你界灵门而来。楚风道。所有人都是内心震荡，这逆天小辈竟有如此身份？你是宋洛乙的孙子？司徒廷野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而围观之人的眼中也是无不充斥着难以置信。金龙焰宗当年惨案，他们岂会不知？但这么多年，金龙焰宗彻底陨灭，已于他们心中确定，怎会想到今日又杀出宋洛乙的孙子？宋洛乙什么时候有的爱人都没听说，就别说孙子了。但倘若真是这样的关系，一切似乎又解释得通了。宋洛乙为何等人物，真龙星域之人自然清楚，那是天才中的天才，曾经真龙星域最耀眼的天才，甚至人们觉得，若不是遭到司徒界灵门的扼杀，未来宋洛乙的成就不可想象。莫说图腾天河，整个浩瀚修武界都可能有他一席之地。而此子天赋同样逆天，倒是配得上宋洛乙后人的身份，并且仔细一看，二人的长相也是有着几分相像的。不是一点，越看越像。只要将他们联系到一起之后，才发现竟然长得这么像，原来是金龙焰宗的余孽。早知当日在魔关凡界，就不该留你活口。司徒洪博也是怒声开口，话语之中充斥着悔恨，因为这完全是两个性质。按照之前想法，是不愿意得罪楚风，想少树敌。可是若是金龙焰宗的人，那就不是他们想不想的事情了，就是必须将其除掉，没有别的选择。这句话该我说吧，因为那一日生死决定权并不在你们手中。楚风轻蔑一笑，而司徒洪博虽然愤怒，但却也是哑口无言。是啊，当日楚风有桃无撑腰，生死决定权的确不在他们手中，不过也无妨，反正你们都要死，区别就是早一点和晚一点而已，逃是逃不掉的。现在我就把话放在这，司徒界灵门罪恶深重，所作所为与魔教无异，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我想不必我多说，你们应该都有所耳闻。因此，司徒界灵门的人皆是死有余辜，不值得联系。但我楚风仁慈，倒是可以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当年没有参与金龙焰宗之人，现在退出司徒界灵门，我可饶你们一条活路。若是一意孤行，继续助纣为虐，那便与司徒界灵门一同覆灭。我楚风将话放在这里，1年之内，我要司徒界灵门从这浩瀚修武界彻底消失。楚风这番话说的轻描淡写，但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不是开玩笑，要我司徒界灵门消失，你有这个本事吗？今日你就别想活着离开。司徒廷也怒声狂吼，我没这个本事。司徒廷也，当日你捡了一条命回来，心里不清楚吗？楚风反问。你还有帮手？司徒廷也忽然想起当日与古城见到的悲惨一幕，一时之间内心惊恐。那一日损失惨重，死了诸多强者，但按照楚风现在的实力来看，那一日的事情不可能是楚风做的。楚风还有帮手，而楚风现在有恃无恐，那帮手很可能今日也来了。楚风没有回答，但却微微一笑，笑得无比自信，仿佛主宰一切。而就是这样的笑容，更是在司徒界灵门众人心中坐实了楚风还有帮手这件事。难道说不止他司徒界灵门小辈要陨落于此，他司徒界灵门的所有高手今日都将陨落于此？想到这里，司徒廷也脸色惨白，其他人也随之慌了。至于楚风，则是做下了更让他们不安的举动。楚风开始吞噬那些小辈本源，夺取他们身上宝物，最后还将他们头颅全部斩下。斩下之后还念念有词，刚刚被那老东西的一句交朋友气到了，居然让你们死得如此痛快。不过无碍，折磨其他人也行。楚风是在喃喃自语，但外人通过阵法却是听得清清楚楚，并且楚风此话说完还笑了，那笑容阴森无比，宛如恶魔，看得司徒界灵门众人头皮发麻。折磨其他人，他是啥意思啊？司徒界灵门众人面面相觑，皆是吓得不轻，感觉楚风要对他们出手了。楚风将他想带走的全部收起，便站起身来，抬头望向天际。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众人看得清楚。司徒界灵门的废物们，不是想为你们的后辈报仇吗？我楚风给你们机会，我现在便出来，你们有胆子的话，便来杀我。楚风说话间，便向灵兽山脉入口处行去。而此时，司徒界灵门的众人竟都不敢动，不仅是那些长老与强者们不敢动，就连司徒廷也与司徒洪博也不敢动。他们被楚风吓到了，都觉得楚风如此自信，必然是有帮手，而那帮手必然也是他们无法对付的。毕竟先不说司徒廷也见识过司徒界灵门众高手惨死的景象，司徒洪博更是亲眼见到过有强者为楚风撑腰。楚风的确是有帮手的，而不是虚张声势。廷野大人，司徒洪博看向司徒廷野，而司徒廷野没有说话，他总不能告诉司徒洪博他也害怕吧。就在司徒界灵门挣扎之际，楚风已是来到山脉出口，并且在出来之前便大袖一挥，楚风身形便开始消失。最主要的是，不仅仅是楚风的身形消失了，楚风的气息也是随之消失。楚风是同时运用了隐藏阵法以及神隐，楚风不确定自己的神隐与隐形阵法是否能躲过阵法追踪，毕竟那阵法可是司徒界灵门的开山祖师所布，但只要出去
便绝对不会被追踪。楚风此时能够看到，这入口处并没有司徒界灵门的人，也没有任何威压的束缚。司徒界灵门的人明显已经被自己吓到了，所以楚风先是隐藏，隐藏之后便直接走了出去。走出之后便催动之前布好的传送阵法，一气呵成，几乎在刚踏出去那一刻，就已经通过传送阵法离开了。一群废物！楚风逃脱之后，觉得比自己预想的还要顺利的多。本以为他们会拦一拦，没曾想拦都不敢拦。司徒界灵门不过一群胆小的鼠辈，可只要想到金龙焰宗竟惨死于这等鼠辈之手，楚风的怒火便越加汹涌。此仇怎么能不报？而此时围观众人还都站在原地，还都盯着那山脉出口，没动静了。他是离开了吗？司徒界灵门的人没人敢阻拦，在所有天才小辈被屠杀殆尽之后，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离去了。为何呀？围观众人虽不敢明说，但内心却是充满疑问。来人，给我封锁住入口，务必给我活捉此人，我要亲手宰了他。忽然，司徒庭也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司徒界灵门的众人便立刻行动，不敢动也不行，这毕竟是太上长老下的命令。擦，傻子都知道人走了，现在来这一套，是装给我们看的吗？然而，围观之人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内心却是鄙夷的。他们都知道司徒界灵门是在做戏，刚刚他们的确不敢拦楚风，现在不过是做戏而已，那结果更是不用多说。司徒界灵门虚张声势，楚风则是早就离开了，不然不会一点动静都没有。真是精彩啊！这灵兽狩猎可比我预想的好看多了。老夫要回圣谷好好问问我圣光天河是何时出现的这等人物的。圣光道魁内心狂喜，他本不打算这么快回到圣谷，但是楚风的出现让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圣谷。他想要搞清楚楚风的来历。其实不只是他，今日这件事可谓惊到了无数人的眼球，但实际上在这方天地还有一道目光注视着刚刚的一切。此人的目光无人察觉，可他却可以洞穿一切，甚至此时的他还锁定着楚风的身影，哪怕楚风已经离得很远，可他却也能够看得清楚，这位乃是楚风之前在山谷内遇到的那名神秘女子。她屹立于这片天地间，明明长相极其温柔，眉宇间没有一丝攻击性，可却仍有藐视一切的气势，那是自信。她之自信源于强大，宛如天地万物，她皆是无惧。但偏偏此时她的眼中有着一抹惊讶。年纪不大，倒是够狠的，只是明明只是一个人，要如何对付这司徒界灵门？我倒是有些好奇了。神秘女子嘴角微微扬起，随后身形一动，便离开此地。而她前行的方向，恰巧是楚风所行的方向。司徒界灵门的人自然是搜索不到楚风，但是对于这个结果，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眼下战船之内，所有来到这灵兽上界的界灵门高层人物都汇集于此。庭野大人，我们好像被骗了。那楚风此行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帮手，不然应该不会这样离去。司徒洪博对司徒庭野说道，他是觉得倘若楚风真的有带很强的后盾来，不可能就这样离开，毕竟与金龙焰宗恩怨是无法化解的。可楚风就这样离开了，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后盾，他的确是在虚张声势，被耍了吗？此子好是可恶！司徒庭野一双老手握得滋滋作响，今日不仅损失惨重，更是丢人现眼，乃是奇耻大辱。庭野大人，我们该怎么办？司徒洪博问道。还能怎么办？自然是开战，不然我司徒界灵门岂不是真的要成为全天下的笑柄了？通缉这楚风，无论如何也要抓到他，若有人敢护他，皆是格杀勿论。司徒庭野说道。可是我们在明他在暗，而且先不说此子确实有后盾，就算没有后盾撑腰，此子本身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司徒洪博这么说可不是危言耸听，毕竟就在刚刚，楚风可是当着他们的面杀了司徒界灵门的所有天才小辈，断送了他们崛起的希望，只能求助了。司徒庭野说道。求助？司徒洪博起初有些懵，但很快想到了什么。您是说向仙徒求助？司徒洪博问道。对，先不说仙徒与上代门主大人有关系，金龙焰宗的事他们也有参与，我相信他们也不希望有金龙焰宗的余孽活着。仙徒若是能帮我们，不管此子有没有人撑腰，皆是不足为惧。司徒庭野说道。庭野大人，仙徒会帮我们吗？司徒洪博问道。多半会帮的，因为当年的事情结束后，仙徒的枪鱼大人便说过，若是金龙焰宗卷土重来，可以由我们先对付，若是我们对付不了，他不会坐视不理。司徒庭野说道。那可太好了。听闻此话，司徒洪博以及其他一众长老也都像是见到了希望一般，终于松了一口气。至于楚风，他先是回到了宋雨薇与一苦老僧那里，将此事告知了他们。得知楚风将司徒界灵门的天才小辈一网打尽，且得到了诸多强大阵法，侧面得到了界灵门开山祖师传承。宋雨薇与一苦老僧皆是欣喜不已，但楚风并未在此久留，来这里只是希望他们安心，交代了事情经过。楚风准备打算离开，他打算趁着司徒界灵门此时人心惶惶，还没有做好准备，继续出手。得知楚风要再度开展报复，宋雨薇虽然担心，却也没有开口挽留，这是楚风必须要走的路，并且随着楚风此次在司徒庭野等人的眼皮底下杀了司徒界灵门所有天才小辈，他对楚风也是越发自信，甚至在他看来，楚风比同期的宋洛乙还要强大得多。不仅仅是天赋，是楚风做事心思更缜密，最主要的是楚风够狠。优秀的小辈他见过很多，却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小辈能够在各个方面达到如此优秀的地步。前辈安心在此等我，我在回来的时候会将司徒界灵门所有人的人头带回来。楚风自信满满，但更多是对司徒界灵门的恨意。宋雨薇始终面带微笑，直到楚风走后，他才突然神色微变，双眼红润起来。他走到无人的地方，一边擦拭泪水，一边低声哭泣。宗主大人，你们的仇终于将要的报了。此时的他悲喜交加，喜是这份大仇将要的报，悲
乃是觉得就算大仇的报，可死去之人也无法生害，痛将于心中永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楚风的身影接连出现在司徒界灵门的位于真龙星域各个世界的各个领地之中，而但凡是见到楚风之人，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他们的项上人头皆被砍了下来，并且被带走了。楚风没有胡乱出手，他所选择的地方都是确定自己可以对付的地方，所以只要他出手，就是一场屠杀。随着消息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金龙焰宗还有后人在世，并且还是宋洛乙的孙子。虽然不知道宋洛乙什么时候有了一个孙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宋洛乙这个孙子极其强大，凭借一己之力，在备受瞩目的灵兽狩猎，将司徒界灵门的天才小辈一网打尽，就连顶尖天才唐修也完全不是其对手。最主要的是，此子极为狠辣，不断有司徒界灵门的领地遭遇他的屠杀。凡是见过那被屠杀领地之人，无一不是心生胆寒，感叹此子的狠辣。不仅仅是项上人头被割那么简单，那些人死前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比起当年司徒界灵门对金龙焰宗的手段还要凶狠。这种情况下，开始不断有司徒界灵门的人选择离开，哪怕离开将遭受司徒界灵门的追杀，可他们也是选择背叛。在他们看来，与其像活靶子一样等着那楚风来杀，还不如背叛司徒界灵门，背叛家族。司徒界灵门再强，也只是在真龙星域逃离此地还有一线生机，可那楚风太可怕了，他是真的要覆灭司徒界灵门，留在司徒界灵门只有死路一条。数日之后，司徒界灵门的总部之内，司徒廷野以及司徒洪博一众高手聚集于主殿之内。司徒廷野翻阅着手中的信函，脸色越来越难看。那是各个世界各个领地传来的信函，上面通报了各个领地族人逃脱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几乎每日都在增加。司徒界灵门之人都是司徒家族人，族人叛逃乃是奇耻大辱，被人笑话，传令下去给所有司徒界灵门的人服用圣药。忽然司徒廷野说道，听闻此话，在场的所有长老都是脸色大变，他们都知道这所谓圣药是什么，其实就是毒药，在司徒界灵门生死存亡之际，避免有人背叛家族所使用的。说白了，就是用毒药牵制住家族之人，避免他们叛逃。但圣药从未使用过，今日竟要使用了。对于这种情况，司徒洪博也同样眉头微皱，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清楚司徒界灵门确实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此时已是有人将一个个精致的小盒子送到在场所有长老面前，盒子打开，里面正是圣药。我司徒廷野身为司徒界灵门太上长老，以身作则。司徒廷野话罢，直接将圣药吞服而下。我司徒洪博愿与司徒界灵门共存亡。司徒洪博紧随其后，也是将圣药服下。紧接着也有一些长老将圣药吞服而下，但更多的人却是满面犹豫。此药若是服下，便没了回头路，因为没有彻底的解药，只有定期服用的解药。若是特定时间内没有领取到解药，那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并且是极为痛苦的死亡。若是服下，不仅仅是与司徒界灵门捆绑在一起这么简单，若是上面停止赠予解药，那他们也都要死。诸位有何异议？见有些长老没有立刻服药，司徒廷野目光变得阴冷起来。太上长老大人，这件事非同小可，天下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若真的所有族人服用圣药，消息必会走漏，外人会如何看待我司徒界灵门？一位长老起身说道，如何看待是他们的事，是否忠于我族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仅仅是司徒界灵门的门人，我们也是司徒一族的族人，若是这一点勇气都没有，何以配做司徒一族族人？司徒廷野此话说完，抬手一掌，那位开口的长老身形碎裂，化作血水，当场陨落。拒服圣药者杀！司徒廷野话落之际，威压覆盖整座宫殿，那杀意更是映入众人灵魂。我辈愿与司徒界灵门共存亡。紧接着，所有人都是将司徒界灵门之人都赶忙将那圣药吞服而下。若服圣药，只要有解药还能活，但不服用，那现在就要死。传令下去，但敢拒服圣药者，格杀勿论；敢将此消息传出者，格杀勿论。散会。司徒廷野大袖一挥，各方长老便纷纷离去，只有司徒洪博还留在此处。当众人离去后，司徒廷野也是瘫坐在座椅之上，他在这一刻仿佛又苍老了几十岁，像是一个即将死去之人。廷野大人，您没事吧？司徒洪博上前问道。怎么会没事？司徒界灵门将要灭了。司徒廷野叹道，他的声音都沙哑起来。他们不是没想过对策，楚风行踪诡异，只要他出手，必是一场屠杀。而他们至今都不知道楚风具体行踪，只知道他哪里传来楚风的消息，哪里必然有他司徒界灵门惨死的惨案。仙徒那边还没有消息吗？司徒洪博问道。还没有得到回复。司徒廷也摇了摇头，但司徒洪博却早有预料，若是仙徒愿意帮忙，也不至于如此了。廷野大人，事情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是不是该让门主大人出关了？司徒洪博又问道。不可打扰门主大人闭关，如今我司徒界灵门所有天才小辈都被那叫楚风的畜生屠灭，我司徒界灵门能否崛起，便只能指望门主大人了。司徒廷也道。廷野大人，那楚风如今在各个领地屠杀我司徒界灵门之人，只要被他盯上，无一生还。族人心态已经近乎崩溃，要不要放弃领地，将我族人全部召回，以此避免伤亡？司徒洪博问道。若是这样做，不就等于认输了？况且谁能确定那楚风现在以这种方法对方我们，到底是惧怕我们主力，还是想摧毁我们心态，进行心理折磨？若是他真的惧怕我们，那反而是好事了。可倘若他只是想摧毁我们心态，想以此等方式折磨我们，那将所有族人集结，
将会是何等下场？那不就是给他提供将我们一网打尽的机会？司徒廷野此话说完，司徒洪博也是眉头紧皱。其实这也是他担心的地方，只是他当日见到的陶吴就已经不容小觑，而他们无法确定楚风是否还有其他帮手，其他帮手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倘若对方真的具备着他们无法阻挡的实力，将所有门人召回，真的是自取灭亡。廷野大人，那我们当怎么办？司徒洪博问道。有些牺牲无法避免，但他们的死于家族而言是值得的。司徒廷野道。知道了。司徒洪博领会了司徒廷野的意思，既然楚风想用逐一击破的方法让他们司徒界灵门族人崩溃，让他司徒界灵门名声扫地，那他们就将计就计。他们的方法是用族人的生命拖延时间，以此来换取其他族人活下去的希望。司徒界灵门竟然落魄到如此地步了，居然被一个小辈吓成这个样子。可就在此时，忽然有一道声音响起，抬头观望，殿门明明关闭，可却有100多道身影进入了他们大殿之中。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半神境或者神袍界灵师的气息，而为首的那位气息最强，他散发着五品半神的气息，但同时他还身穿界灵长袍，那界灵长袍光芒四射，强大的结界之力涌动其中。黄龙纹，此人乃是黄龙神袍，拥有堪比6品半神的力量，其结界之术竟还要在其修为之上。而此人乃是岳灵的父亲岳炼。因为不认得岳炼，司徒廷野以及司徒洪博此时也是一脸紧张，对方太强了，至少对付他司徒界灵门绰绰有余。可就在此时，岳炼拿出了一块令牌，我名为岳炼，乃丹道仙宗克钦长老。司徒界灵门的人与丹道仙宗也打过交道，一眼就认出这令牌乃是真的。拜见岳炼大人。司徒界灵门2位长老赶忙施以大礼，我今日来此就是助你灭掉那楚风的。岳炼道。听闻此话，2位长老皆是一愣，帮他们灭掉楚风，天下间会有这样的好事？那楚风杀了我的儿子。岳炼给出了他帮助界灵门的缘由，那楚风真是该死。司徒廷野骂道。现在我与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并且你们也可以放心，那楚风没那么可怕，乃是虚张声势，只要你们配合我，他必死无疑。岳炼说道。大人为何如此确定？司徒廷野问道。因为他不觉得楚风是虚张声势，金龙焰宗与你司徒界灵门的仇不共戴天，若是你要对他报仇，究竟是给他们逃脱的机会，还是立刻将他们一网打尽？岳炼问道。自然是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司徒廷野道。岳炼没有说话，而是眯着双眼。所以大人的意思是说，那楚风现在根本没有屠灭我司徒界灵门的本事。司徒廷野反问道。不然呢？不然你们现在还能活？岳炼道。可是当日在魔关凡界，那位楚风撑腰的老头实力的确不弱。司徒洪博说道。关于你司徒界灵门与楚风的交手，我已清楚。廷野长老当日所见，已表明金龙焰宗余孽的狠辣，他们是能杀则杀，绝不留情。而洪博长老当日明明与其正面相遇，却能活下来，这2次交手，对方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你们不觉得冲突吗？岳炼问道。难道是说我当日见到的那位只是与楚风有交情，并不是金龙焰宗余孽，所以只想替其出头，并没有大开杀戒？司徒洪博能想到的只有这个原因了，不然呢？那岳炼笑了笑，似是在笑司徒洪博的愚蠢。司徒洪博也是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他的确是快被楚风吓破了胆，判断也不是那么冷静。但听到岳炼的话后，他茅塞顿开，也觉得岳炼所言很有道理。所以依照大人的意思，楚风倒是有半神境强者撑腰，但实力并不是特别强，他现在这样只是无奈之举，而并非故意为之。司徒廷野也是问道。多半是如此，但就算不是，此子也是无惧。话到此处，岳炼看向自己身后的众人，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跟随我多年，今日我是第一次将他们全部聚集于此，为的就是帮你们对付楚风。岳炼说道。司徒廷野与司徒洪博早就观察过那些人，这些人要么是半神境，要么是神袍界灵师，实力皆是不容小觑。今日起，我将亲自坐镇你司徒界灵门总部，只要那楚风赶来，就是自投罗网。你们再拿一份名单给我，将你司徒界灵门位于真龙星域重要领地全部写上去，我会派他们分别前往重要领地进行守株待兔。岳炼说道。司徒廷也不敢怠慢，赶忙按照要求写下了一份名单。岳炼接过名单，很快便将守护各个领地的任务分配给了他的这些心腹。记住，我要活捉那楚风，若是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向我求助，但必须确定是见到了那楚风。岳炼吩咐道。遵命。其众心腹此话说完，同时施以一礼，随后纷纷离去。而岳炼的目光则是变得阴狠起来。楚风，真当我岳炼是好欺负的？我很快便让你知道，招惹上我是怎样的一场灾难。岳炼与司徒界灵门的联手乃是暗中进行，对此没有任何消息泄露，楚风自然也是不得而知。时间继续流逝，楚风又在多地对司徒界灵门的领地进行了屠杀。此时楚风来到另一处深山老林之中，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血腥之气，因为就在刚刚他又屠了一座司徒界灵门的领地。他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躲避司徒界灵门的人，他已经调查过了，这个世界没有司徒界灵门的半神境高手，而半神之下能战胜楚风之人，楚风暂时还没遇到。楚风来到这里乃是因为楚风隐隐间察觉到自己的结界之术将要突破，而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也是因灵兽山脉。灵兽山脉，楚风得到诸多强大阵法，虽然只是阵法的使用方法，具体掌握还是看楚风自己能力，但楚风目前已经掌握了一小部分。虽然一直在报仇，但楚风的修炼却也没有停止。但也因为灵兽力量入体，楚风对结界之术有了新的领悟，便使得楚风感觉自己距离踏入神袍只有1线之隔，还是差了一点点。一番尝试突破之后，楚风站起身来，
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也不急，他觉得再给他一些时间，必然可以突破成功。于是拿出一张地图，那地图标记了司徒界灵门位于真龙星域各个世界的领地。楚风以手为笔，在一个领地上画了个叉，是在标记刚刚灭掉的领地。而在这地图上被画叉的已有多处，都是被楚风灭掉的地方。我的女王大人，接下来去哪？给个建议呗。楚风问道。本女王好好瞧瞧，那些绿色字体的都是没有半神镇守的，对吧？女王大人问道。对，这些领地内最强的便是5尊巅峰，但目前来看，5尊巅峰也不是很多。楚风说道。司徒界灵门领地虽多，但普遍实力都不怎么样。但前往那些领地之后，楚风也能发现辉煌过的痕迹。相比当年，司徒界灵门的确落寞了。而说来也活该，因为他们落寞的节点就是对金龙焰宗出手。当年的司徒界灵门还是挺强的，但对金龙焰宗出手，让他们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最顶尖的高手几乎都死了。就比如现在司徒界灵门最强的司徒廷也，在当年根本都排不上号，只能是小角色。可想而知，司徒界灵门的损失有多大。如若不然，现在的楚风怎么可能这样轻易的对司徒界灵门出手？但这也算是他们的报应。不过最大的报应却是楚风，楚风正在让司徒界灵门付出惨痛的代价。就这个紫炎上界吧。女王大人选中了目标，楚风确定了一眼，便立刻动身向紫炎上界行去。